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秋季厨房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款我收藏已久的醇香牛奶吐司。它的组织特别的柔软，可以拉丝，而且特别的细腻。同时呢，它采用的是一次发酵的手法，大大的缩短了制作的时间。外层特别酥脆，里面又特别柔软，咱就开始动手做起来吧。首先，为了控制面团的温度，我们先把代青跟牛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或者冷冻一会儿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保持面团的温度。同时提醒大家一下，平时观看视频的时候，如果那个视频它没有告诉你怎么去保持面团的温度，你要打8折开，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想办法怎么去保持面团的温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把面粉准备好，然后往里面加入这个细砂糖跟酵母。这里的酵母要记得用耐高糖酵母。耐高糖酵母和普通酵母的区别是，普通酵母它是不耐糖的，如果糖的含量大于 7% 左右，它这个糖就会抑制酵母的发酵。所以说一般我们做面包的话，尤其是甜餐包的话，它的糖的含量是大于 7% 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买耐高糖酵母。混合均匀以后，我们把它倒在厨师机的打面缸内，开始打面。加入代青和牛奶，牛奶记得要预留底下大概5到10克左右，不要小看这5到10克，它会改变你的面团的状态。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低速成团以后面团的干湿程度，来取决于要不要把最后的牛奶加进去。开始打面的时候一定要低速混合成团，然后再提高速度开始打面。这样就大概基本成团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，看上去就是很粗糙湿哒哒的，因为这时候面粉它那个筋性，它跟水产生的那个面筋还没有完全形成，所以说它看上去湿哒哒的，一会儿打完以后它那个面筋就上来了，就不会那么湿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还不是那个状态，说取决于你要不要把那个最后的牛奶加进去，你要再等一会儿。我们先把它提高速度开始打面。一般来说，厨师机如果你有6档的话，你可以用4档打面。像我的厨师机这里一共大概有8、9档，而且这个机器它功率比较大，你就可以稍微高一点速度。如果你的厨师机功率比较少的话，请不要用高速给它打面，这样的话你的机器会很烫。所以说记得要用那个冰的毛巾啊，给它降温。随着这个面团的形成，精度的形成呢，它会慢慢的爬到这个打面钩上。这块吐司呢，它的含水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就栽在缸的底部。你需要辅助这个机器把这个面团给它翻面，让它上下所有的地方都被这个打面钩给作用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那个面团它慢慢的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变光滑了，如果那个时候这个面团还是有点偏干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牛奶加进去。然后我们继续开始用中高速给它打面，要打成一个表面非常就是看上去挺光滑的一个面团，那时候就是8成筋的状态。8成筋的状态是我们加入黄油的最佳状态。如果你没达到8成筋，你就加黄油的话，因为黄油它是油性嘛，它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这样的话你最后那个面团就很难达到你想要的筋度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黄油需要后加的道理。这时候你看面团它是一点也不摘缸了，所以说它这个面粉跟水的这个面筋的形成，水合作用就发挥完全了。我们停下来看一下面团的表面已经非常光滑了，然后呢我们给它解一小块下来，看一下这个薄膜的形成状态。解茶膜的时候呢，最好用剪刀或者刮板切一块下来，不要用手随便去拉扯面团，养成好的习惯。我们解茶膜的时候这样拿下来，上下抖一下，拽个方向再上下抖一下，然后用手指戳一个洞，洞口是那种有一点点锯齿状的，然后它的膜是那种厚膜，有那么一点点弹性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加入这个软化的黄油，黄油务必千万一定要软化。然后我们把后野法，我们把盐给加进去。加入黄油以后呢，继续要用低速给它搅打。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黄油是比较滑的，如果你这时候就用高速开始搅打的话，它会造成这个有的地方面筋就被打得过度了，有的地方还没有打到，会造成这个面筋的不均匀。
所以一定要这样低速，开到黄油差不多开不见了，我们再提高速度，用中高速开始打面。加完黄油以后打面呢，要记得随时检查状态。一般来说，3分钟以后就要开始每隔30秒、10秒开始检查一下状态，千万不要打过了，打过的吐司是长不起来的。还在这里跟大家啰嗦一句，随时一定要养成用计时器的好习惯，因为你一直用计时器，你就知道我下次要做什么样的吐司，它是类似的方子，那这个面团我大概要打多久，加了黄油以后要打多久，这样的话自己就会慢慢变成一个高手啦。看到面团的方子，你就知道我今天应该怎么打面，打到什么样的状态，面粉的含水量等等等等。最后的面团你看到没有？加了黄油以后，我打了大概3分钟左右，我们来检查一下面团的状态。它的表面肯定是非常光滑的，然后会有那么稍微摘那么一点点手，这时候的状态是最佳的。如果你完全不摘的话，它那个吐司可能出来会没那么柔软，如果你太黏了呢，又不好操作。我们这时候看一下它的薄膜是不是能拉出手套膜，做吐司我们要10成筋手套膜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时候的边缘是非常光滑的，薄膜也非常的结嫩，就不光是要膜那个膜呀，你不光要薄，还要比较有一定的韧性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盆子里面，给它收紧，把它滚成一个圆形。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膜的状态，是一定要非常有韧性，然后边缘又是光滑的。测一下面温，这时候是26度左右，面团要保持在25到28度之间，千万不要超过28度。超过28度，你这个吐司基本上就会影响你最后的风味了。你看它的面团是不怎么摘手的，我们就这样往下折叠的方式给它大概滚成一个圆形，在室温中这样给它松弛20分钟左右。松弛好的面团我们就开始分割了，在案板上稍微撒一些面粉，然后我们把它切成150克的一个剂子，一个吐司大概是450克，所以说我们用150克一个剂子，这一个方子可以做2个吐司。切完以后我们把它稍微滚成一个圆柱形，记得这个案板上的干粉不要撒太多，撒太多的话会影响面包的组织。我们一会儿要进行2次改卷，所以这一步的话就把它大概弄成一个圆柱体就可以了。我们取一个面团，稍微把它摁扁，然后从中间往上下2头这样改成一个长方形。往上改的时候，如果这个面团回缩的厉害的话，请继续松弛5到10分钟，这个面团就比较好操作了。然后把它翻过来，这样滚成一个圆形。我们一会儿还要进行第2次改卷。盖上面团，让它松弛10分钟。烤箱里面放上热水，开启发酵功能。松弛10分钟以后，我们把它重新再进行第2次改卷。用手稍微拍软，去掉一些空气，还是从中间往上下2头改。因为我们这次做的是吐司面包，所以说你这个整形如果整的不是很好的话，对最后这个吐司的外观来说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。我们改成这样的长方形以后，把它翻过来，底下稍微摁扁，然后从头上给它这样卷起来。一般来说吐司的话卷2圈半到3圈就可以了，不要卷太多的卷，这样的话会破坏它整个面包的组织。一个吐司模里面我们放3个剂子，然后开始进行1次发酵。1次发酵的条件是35度，70%左右的湿度，湿度的话可以在烤箱里面加1杯热水来调节。这里插播个小插曲，你看我刚才留了一点牛奶，别看这小小的3-4克，有时候会让你的面团很湿。这是最后发酵好的状态，是用2个手指，就是离这个吐司口大概还差2个手指的高度，大概是80%的高度吧就可以了。所以说我们放在烤箱里面去烘烤，记得呢，如果上色太严重的话，给它大概中途给它盖上锡纸，烤到这样金灿灿的就可以出炉啦。是不是特别棒？吐司是我的最爱，特别柔软，里面的组织是完全可以拉成那种一丝一丝的特别薄的丝，然后平时吃的时候也可以用手这样撕着一片一片的吃。
吐司面包我非常超级推荐大家在家里自己做一下，因为跟外面面包店买的口感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的。外面的面包店它肯定要加各种添加剂啊什么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还影响这个整个组织的口感的。所以我今天把这块吐司分享给大家，真的是又好吃，然后时间又快，一次发酵比2次发酵的味道一点都不差。还等什么呢？赶快行动起来！有问题的话给我留言，我一定帮你做成又完美又蓬松的吐司。还有一个自己做吐司的好处就是自己想切多厚就多厚。然后我分享一个最近我喜欢吃的一种做法，就是我买了一个三明治机，还挺好用的，把它放上一层吐司片，然后放上牛油果、麦片，增加一点点酸甜口味，鸡蛋，然后压上一片厚的吐司。这个三明治机呢，相对来说它压的那个吐司呢比较薄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是厚的，所以呢你需要先把盖子给它这样盖上去，但是不要给它扣上，稍微把吐司弄软一点，然后再给它扣紧了，大概3分钟左右就可以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吐司三明治，而且周围是封边的，还可以带上比较可爱的卡通图案，吸引小朋友，是不是很棒？自己平时用来当早餐啊什么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好啦，所以还等什么呢？大家赶快做起来吧！记住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给我留言，我一定可以帮你搞定。我们下次美食再见哦，拜拜。